小紅，你而家做咩啫？你走啦！我做錯咗咩啊？你冇錯，你做到好好添。不過而家我唔中意你啊，大家都唔啱 feel 嘅。咩唔啱 feel 啊？我可以改嚟就你啊！做你老味啊！我都同你講，戴啲耳機耳仔會流水，你聽咩？我話我想換二甲式耳機用，你仲話嗰啲唔好用。你知唔知而家啲二甲式耳機音質有幾好啊？最緊要係我戴咗唔會耳仔流水啊！講到尾，我哋都唔啱 channel。咁我可以轉 channel嚟就你㗎。你要耳甲式耳機，我而家就帶你去買啊！轉你老味啊！我都已經買好咗啦，唔使再講啦。我哋緣而盡啦。小紅，小紅。科技有温度，吐槽有风度，测评很鬼畜。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黑丝科技，我是师姐小熊。说起耳夹式耳机，相信不少小伙伴早就不陌生了。现在市面上从100元到1000元档各种价位的选择一抓一大把，尤其是对小耳朵、耳洞偏小的伙伴来说，耳夹式耳机简直是救星，直接解决了入耳式闷耳胀痛、半入耳式容易滑落的痛点，哪怕长时间佩戴，耳道也不会有压迫感。对耳道敏感新人也特别友好。不过，因为它开放式的形态，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会不会漏音严重到旁边的人都能听清？音质能不能比得上传统入耳式耳机？戴久会不会松垮滑落？好在现在各大品牌都盯着这些痛点做针对性优化，所以现在想挑到一款佩戴舒服、音质在线、体验还均衡的耳夹式耳机，对我们来说真就是洒洒水啦。那今天我们就找来了6款不同价位的耳夹式耳机，100元档选手有西盛 Plumi、荣耀轻选南卡 Clip Super 2、塞纳 S8S AI 耳机和声阔 Aero Clip。1000元档选手是华为 Free Clip 2。看看在不同预算档位里哪款耳机的表现更让你心动。先来看外观，耳机充电仓的设计都比较中规中矩，有的偏好圆润舒适，有的更在意小巧便携，就看你更喜欢哪种啦。装的耳机情况下，整体最轻的是西盛，最重的是塞纳，加上充电仓，整机续航时间最短的一款也有28个小时。不加上充电仓，单机使用的时间基本都在7个小时以上，日常通勤使用也不会有什么电量焦虑。至于耳机本体，重量越轻，耳朵负担也就越小。最轻的是塞纳，只有4.5克，其次是相差不大的南卡、荣耀和华为。西盛和声阔的重量都在5.9克左右。不过重量也不是无感佩戴的决定性因素，还得看耳夹的设计。塞纳在佩戴上还算舒适，但亮面的设计会容易显脏，耳夹的力度稍微不够，戴着轻飘飘的感觉，稍微动一下就会甩出去。南卡的佩戴有点出乎意料的舒服，做了不对称的弧形设计，分散重量压力，还在靠近耳廓位置做了 Left Ear 舒压气囊。整体佩戴不仅够舒适，还非常稳定，但又不夹耳。有时候会因为佩戴比较无感而忘记自己戴着耳机。荣耀和塞纳一样做成了亮面，设计偏中规中矩，基本能适应不同大小的耳朵。不过也会因为耳夹放量有点大，撩个头发的功夫会有把耳夹弄歪的可能。华为则是在 C 型桥这里做了小巧思，采用的是亲肤液态硅胶材质，接触耳廓的位置会比较舒适，耳夹的放量很足，能适应不同耳型。西盛的设计有点特别，虽然看上去有点夹耳，但实际做的比较柔软，加上亲肤记忆硅胶的触感，佩戴体验虽然比不上高价产品，但属于同等价位重赏水平。最后是声阔，正常佩戴的话会比较适合大耳朵，小耳朵佩戴会麻烦点，需要另外戴上耳翼调整间距，没办法一步到位。最后来看佩戴的稳定性，6款耳机都能做到狂甩头不掉，但荣耀跟塞纳因为夹力的原因会把耳夹弄歪，需要重新调整才能有较好的音质体验。其余4款稍微大幅度运动，基本没啥问题的。接下来就得听听音质如何啦。欢迎来到《黑丝好声音》第2期。今天我们的6位参赛选手将分别演唱大赛指定歌曲，由5位评委进行打分。最终我们将会按转身导师的数量给选手们评星级，登场顺序按首字母排列。有请第1位选手华为 Free Clip 2。
圆润，空间感很足。接下来是兰卡 Crip Super。 音质跟上一位选手一样，走的是质感路线，人声纯净饱满。低频下潜有力，高频圆润不刺耳，而且乐器的层次细节也有保留，可以说是超越了这个价位里其他耳机的质感了。下一位是。 下一位是声阔 Air Crip， 声阔选手主打的是3频均衡，低频下潜有力，高频柔和清亮。看了眼价格，不愧是个高水准选手啊！接下来是塞纳 S8S AI。 威力明显要弱一些，不过还是值得转身的。最后是这位选手的表现略带保守，但好在人声纯净，3皮表现比较平衡。结合价格来看，100多的定价能给到这样的表现，算是超过预期了，甩掉了大家对这个价位的耳机音质的刻板印象。那么，综合各位评委老师的评价，6位参赛选手的音质表现结果如下：获得5星评价的有华为 Free Crip 2、兰卡 Crip Super 2、声阔 Air Crip、塞纳 S8S AI 获得了4星评价。 最后获得3星评价的是荣耀、轻选和西盛 Prime， 虽然略带保守，但表现基本挑不出大毛病。先来讲下 AI 功能，这次6款耳机里只有4款耳机配备了 AI 功能。第一个是300多的南卡 Clip Super 2，集成了讯飞、DeepSeek 等多模态 AI 智能系统。 支持 AI 翻译、AI 对话和实时对话翻译等便捷功能，可以说在300多的价位里，南卡配备的 AI 功能算是比较全面的了。第二个是600多的塞纳 S8S AI， 作为商务旗舰，除了最基础的翻译功能，还能一站跳转到其他的热门大模型，功能界面会更丰富一点。第三个是700多的声阔，也支持翻译功能，但相比起南卡和塞纳来看，功能少了不止1星半点。最后是1000多的华为 Free Clip 2，接入了鸿蒙 AI， 除了必备的翻译功能外，还能直接使用相关的功能。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华为的 AI 只有鸿蒙 3.0 以上系统的手机才可以用哦。不过这些功能还得搭配华为设备来使用，所以在生态适配上就没有第三方产品来的全面。所以单看 AI 功能体验，南卡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作为4款里价格最低的耳机，支持的功能不仅够多，而且还很实用。用塞纳一半的价格就能得到核心的功能。如果是比较在意功能和性价比的话，南卡是比较亮眼的。至于通话降噪、延迟和漏音问题，这3个算是开放式耳机都会面临的痛点了。先来看通话降噪效果，分别用6款耳机在室外环境下接听电话。现在是西盛在接电话，可以感受下现在通话降噪的效果。
现在是荣耀在接电话，你可以感受下前后有什么差别。是南卡在接电话，你可以感受下环境噪音的变化和我现在的通话质量。现在是塞纳在接电话，你觉得它的通话质量效果怎么样？现在是声阔在接电话，你会给它的环境降噪效果和通话质量打多少分呢？最后是华为在接电话，这样的降噪效果和通话质量，你觉得过关吗？听完6款耳机的通话效果，相信大家也有自己的判断。那师姐也按照自己的体验来简单排个序。首先是排在第一梯队里的华为，不仅支持双向通话、清晰等功能，降噪效果也符合预期。同样排在第一梯队的还有南卡，通话质量跟华为看齐，这点师姐还是比较惊讶的，毕竟1分钱1分货嘛。南卡这是有点不按套路出牌了。第2梯队的就是声阔和塞纳，作为价格比较高的2款耳机，通话质量跟第一梯队相差不算特别大，像是主打商务的塞纳，通话质量也比较稳定。第3梯队的是荣耀和西盛了。说实话，师姐之前是真没想到100多的西盛也能进入这个测试环节，毕竟这个价位里能有不错的音质都算可以了。不过在这里，师姐也得打个补丁，想要拥有更降噪的通话体验，入耳式耳机可能会更适合你，但耳夹式耳机对日常使用来说已经算是够用了。接下来是延迟测试。众所周知，我们戴耳机打游戏最怕的就是延迟了，所以如果耳机自带游戏模式或者低延迟模式的话，那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加分项。这6款耳机里，除了声阔没有明确提供游戏模式或是低延迟模式外，就连100多的西盛也准备了游戏模式。那事不宜迟，我们直接进入和平精英试试吧。一轮测试下来，支持游戏模式的华为和南卡表现稳定，延迟几乎没有，可以说是跟画面非常同步了。排在第2梯队的荣耀和西盛，荣耀属于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最便宜的西盛也能做到达标，实属意料之外。最后是塞纳，游戏模式的表现不算特别稳定，偶尔会有不跟手的情况。声阔的效果对比其他耳机来看，设计的声音会比画面要慢一点点，但如果你对延迟很敏感的话，那建议还是选择有游戏模式的耳机会更好一点。最后来检查漏音情况，毕竟谁都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听到自己耳机里的内容吧。所以我们模拟了1米的社交距离，看看6款耳机的漏音效果。不出意外，6款耳机对漏音的把控还是蛮严格的，尤其是价位比较高的华为，基本没有什么声音漏出。跟华为一起排在第1梯队的还有声阔和南卡，表现都比较亮眼。塞纳、荣耀和西盛虽然排在了第2，但跟第1梯队的表现相差不大，日常使用基本不会出现太过社死的情况。总的体验下来，师姐按照个人体验选出了几款不同价位里值得入手的耳机。100元价位守门员169元的西盛 Plumi， 虽然在视频里与高价位产品过招，表现平平，但是各测试环节基本都能达标，这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毕竟在这个价位段，有很多耳机是相当不合格的。如果你预算有限，需要一副能听歌不漏音，并且音质也不差的耳机，那西盛确实是不错的选择。1000元内越级体验的全能水桶389元的南卡 Clip Super 2，虽然1000元内可供选择的不少，但南卡算是用硬实力打出了一条路。作为专业声学品牌，南卡在300多价位里拿出了不输给更高价位耳机的音质表现，搭配讯飞加 DeepSeek 双 AI 引擎，支持翻译、图像生成等更多的 AI 功能，甚至比高价位的耳机还要全面。更别说还支持游戏模式和通话降噪功能。实际体验下来，南卡的表现也是稳稳站在前排的。结合价格来看，可以说是真香了。对耳机音质要求更高，并且需要更全面的功能体验的小伙伴，不妨试试南卡哦。来到1000元以上档位，考虑到这个档位的小伙伴基本都是预算充足的，盲选全能旗舰华为 Free Clip 2基本没啥毛病。音质表现不用多说了，在功能方面也是支持查找、左右耳自适应、清晰通话和掉落提醒等实用功能。如果你是华为生态用户，对功能和音质都有更高的追求，那华为 Free Clip 2可以说是很适合你了。其实整体体验下来，能明显感受到现在的耳夹式耳机经过迭代升级，不管是通过声学结构设计抑制漏音，还是调教发声单元提升音质，
甚至细化耳夹弧度、适配不同耳型，都比初代产品进步太多了。如果你也是耳道敏感新人，那不妨试试佩戴更无感的耳夹式耳机。好了，本期的耳夹式耳机对比体验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卑微师姐在线求点赞、求关注、求转发，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